那些年在小卖部买过的玩具，你买过吗？蜜蜂宝宝，小的时候养过蝌蚪，还养过蚕宝宝，就是没养过蜜蜂。可能是蜜蜂蛰人太痛了，当年被蜜蜂咬过一次，手肿成了蒙古包。我妈天天拿醋给我擦。老板说这个蜜蜂宝宝长大还能产卵。打开出来一个粉色的盒子，这一定是养蜜蜂用的。里面这个黑黑的就是蜜蜂了吧？看着有点吓人，这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？表面还有些小小的黑点，你们说这是它的卵还是它拉的便便呢？给它多找几个同伴，人生才不会暗淡。这里说5到7天蜜蜂就能出生了，跟村口肯大爷借了点糖，方便蜜蜂出生后进食。你们说这蜜蜂能顺利出生吗？第1天没变化，第2天还是没变化，第3天了，为啥蜜蜂还是一动不动？第4天。第5天，我这个急性子真的等不及了，我决定让蜂宝马上出生。接生这种事我还是第1次做，真的非常紧张。最外层白色的皮跟发霉了一样，再剪掉黑色的壳，蜂宝宝就能出来了。可是我发现里面的蜂宝宝早就干死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我养多久，蜜蜂都不会出生。奖状盲袋，我妈说我都上3年级了，她是一张奖状都没见我拿过。其实拿奖状也没那么难，小卖部5毛钱一个，我一口气就给自己安排了5张勤奋好学奖。哦吼！打开里面有一个微笑掌上迷宫，学习不轻松，迷宫冲不冲？送你指尖小滑板，放学有点晚，作业还得赶，2个不倒翁，期末能不能多考2分？一只可爱的小奶牛，拜托给我加油！最后是一块凯蒂猫橡皮，我现在就滚去学习。夜光宝石项链，从小我就对夜光宝石有深深的执念，相信拿到夜光宝石就能带来好运，所以小卖部的夜光项链我怎么能错过呢？第1个盲盒拆出来一只小马，第2个又是马。评论区有属马的小伙伴吗？第3盒还是马，这是整个马住了吧？还以为能拆出来玉石，结果都是塑料的。果然我和小卖部之间5毛钱的交易换来的只能是塑料感情。这项链长得跟图片也是毫无关系，不过晚上确实能发亮，睡不着觉就拿着它数马吧，不用数羊了。黄金宝藏盲盒，这是我在小卖部买过最贵的盲盒了，老板说这是进口的，里面有机会拆出黄金宝藏。真的吗？我挑了一个最沉的，你们说我能拆出宝藏吗？打开里面有一把锤子，这是我通往成功的关键，我就随便的敲了几下就挖开了。宝藏是不是来得太快？然而并没有，里面是一层蓝色的岩石，看起来很坚硬。还好我有天塌地陷紫金锤，随便锤2下，这宝藏就找到了。打开第1个袋子，出来一个又绿又透的家伙，你不会就是那个宝藏吧？不可能啊！看着装备，他肯定也是来寻宝的。继续找，第2个袋子里面拆出来一个寻宝箱，打开出来一条弱小无助的蛇，还有一个咱也不知道是啥，那宝藏肯定就在最后1个袋子里。拆出了一根海神3叉戟，算了，还是把它送给你。扬了个洋卡牌，最近班里好多同学都在玩卡牌，玩游戏通不了关没什么，但是玩卡牌咱可不能输。一上来就拆出一只白雪羊，感觉不是很强，找个王子出来帮忙。游戏不在行，羊变成狼，游戏不通关，哪吒神龟小铃铛。我不闹，再闹老师就把我叫。我不哭，再哭就变成小肥猪。魔术变动册，花1毛钱就能看一场动画，小小一本也太迷你了。据说小时候的动画片也是这么制作出来的。下课10分钟就跟同桌来一场微动画，屏住呼吸，眼睛千万别眨。演的啥你们看到了吗？没看过瘾，那就再来一部，看一次只要5秒钟。下课我能看120部。Nice。七彩雪摔亮，小卖部的最新冬季单品，5毛钱一盒，
老板说这是升级版，水便血还能发光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打开一看，里面出来一包水便血和一根棍子，水便血加水就能变成雪花，棍子摔碎就能发亮8小时。原来2合1就是把它俩放在一块卖。你有病！果然无奸不商，都是狠活啊。不过摔碎之后确实很亮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这么亮，晚上都能当手电筒用了。